这些天，你或你身边的朋友开始疯狂往购物车里添东西了吗？单身贵族的双十一又是怎么变成了全民狂欢的双十一呢？这个让海内外消费者们都为之疯狂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到底是什么？海外的购物狂欢又在什么时候呢？本期视频将为大家介绍双十一的相关内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哈比亚频道。我们的频道将在周五每2周一更，欢迎大家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的提醒。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又来了。在多年以前，中国的11月11号还曾是单身贵族的节日，是一个不需要看着一对对小情侣们撒狗粮的日子。这一天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光棍节，虽然不是官方节日，但是流传甚广。可就在2009年11月11日，淘宝举办了一场网络促销活动，并不多的参与商家和并不强的促销力度，却带来了非常可观的营业额。于是在每年的11月11号，淘宝都会固定举办大型的网购促销活动，参加的商家和消费者们也迅速增加，销售额更是飞快上涨，从2009年的 0.52 亿到2020年的3723亿，成为了人人都能参加的1000亿项目。由此，双十一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购物狂欢的节日，光棍节就这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到今天，虽然淘宝每年都有年终618购物嘉年华、99性价比节、年货节等20几场促销，但是双十一仍然是人们心中最大的一场促销活动。不仅如此，京东、拼多多、小红书等其他电商也纷纷加入，甚至还有国外的商家，这使得双十一的规模变得愈加庞大。然而双十一发展到今天，收到的负面声音却越来越多，甚至有些消费者们表示不想在双十一购物了，这是因为双十一购物狂欢节的战线被拉得非常长，从原来的11月11号0点开始下单，到现在10月20号就开始了第一轮的预售，从之前的直接领红包就能优惠，到现在的各种优惠套路，例如满减、看直播拿限时福利、做小游戏赢红包等等等等。而在满减之下，还能区分出满199减25和满200减30。虽然可以跨店使用，但是需要消费者们做好进行大量计算的准备。有些商家还推出了赠送各种小样的活动，优惠力度却并不大，这也让不需要小样只想要优惠的消费者们非常不理解。总而言之，大家都希望双十一可以多一点真诚，少一点套路，给消费者们一个痛快。除了双十一外，黑色星期五也是一个买的好日子。这黑色星期五也就是俗称的黑五。早期黑五只是指美国感恩节后紧跟着的那个星期五，但是在2005年，美国网络公司将黑五变成了一个购物狂欢的节日。在黑五开始前的几天里，商家们也会陆续打出广告，发放优惠券，标出横幅，以表明这次的优惠力度。到了黑五这一天，人们会趁此机会大肆采购，甚至在商场外排起长队，购买平日里所需的物品，以及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做准备。但在模式上，黑五目前还没有太多的优惠模式，折扣方式和力度一目了然，消费者们可以轻松买到想要的优惠产品。
在今年的双11，你也剁手了吗？买到了什么物美价廉的东西呢？有没有让你后悔的冲动消费？在即将到来的黑五，你有准备再买些什么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喜欢这类小科普型视频，欢迎点赞、转发、收藏、订阅我们的视频和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最新视频上线的提醒。我们下次视频见。